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怎样看待求菩萨加倍加人？徒弟，师父，我老公给我钱，在五一打水路法会。我很愚痴地问师父，通过打水路，我好像心里有个祈求，祈求诸佛菩萨保佑我老公事业有成，官运亨通，夫妻团圆，家庭兴旺，小孩聪明伶俐。师父，这是不是很现实？菩萨会如我所愿吗？智空禅师开示：我如果说菩萨不会如你所愿，这肯定是骗你的；如果说是全部能如你所愿，这肯定也在骗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人从无量劫以来有种种的业感缘起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，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妄求的。你要知道，就算你老公事业有成，你认为什么样才叫事业有成？我们没有想清楚呀。官运亨通，你老公能做到国家首领吗？也是官啊，也不可能吧。夫妻团圆，你说你们夫妻能携手白头到10000年吗？骗你了。事业有成，发达的像盖茨一样，几百亿美金，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家庭兴旺，你生很多孩子，不可能了，再生3、2个也不可能了。小孩子聪明伶俐，怎么才叫聪明能干？我觉得健康才是好啊。聪明怎么样？很多聪明孩子发明很多犯罪的技巧，结果被抓到监狱里去了，犯罪了。你说聪明给他带来的是什么？所以健康才好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说菩萨会不会加倍你？我觉着都向着这个对你来说意义不大的方向加倍你，是不可能了。但是说其他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改变？比如你越来越舒心，事业等各方面都会好转等等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因为毕竟你的功德力增长了，很多事会变得好起来。应该来说，人生在世几十年，我们向菩萨有所求的话，一般叫可求则求，可许则许。什么叫可许则许？如果菩萨加倍我们，如果成功，对我好，对我修行佛法好， OK， 那就允许菩萨加倍。如果这个菩萨加倍我们，暂时满了我们一时的愿，但是将来带来的结果是不好的，可能对我们将来修行佛法、成就慧命是障碍的，那也就不必满我们的愿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有求是我们的愿，菩萨要不要加倍，那是菩萨的事情。好的话，是菩萨加倍；坏，也是我们该有的因果。是菩萨让我们把坏的事物在我们身上快一点显现。我们看起来坏的事情，菩萨加倍这个业感可能就是重罪轻报，这也是加倍。总之，菩萨总是会帮我们的，不管我们暂时感到好还是感到坏。比如说，
这次你如果出车祸，因为做佛事超度冤亲债主，可能虽然也出车祸，但本来你应该出大车祸，结果你只是受小伤送医院就没事了。你也可能觉得我修了半天，修的居然出了车祸。其实你不知道，本来这个业感是要你很残废的，结果佛菩萨加倍就小了。如果事故小了你还发脾气埋怨菩萨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其实现实中很多人犯这个错误。有一个居士请一个佛牌，可能家里出了些事，然后就来质问师父，为什么你的佛牌不保佑我？他的意思是，我几百元请一个佛牌，以后凡事都必须亨通，家人必须健康，必须一切都好，等等等等。这可能吗？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业力到底大不大呢？所以真正的来说，修学佛法到了一定地步的话，你就知道一切都是业感缘起。我们也必须遵守这个因果规律。至此，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所求了。你应该知道这个法会做了也好，或者你自己做的一些善缘也好，一切的都是你自己做的，都是功不唐捐的。什么叫功不唐捐呢？就是说，你做了的善业，将来必然报到你身上，并且要很好的回报给你。你不能把发生在你身上已经体现的菩萨加倍的转变好了很多的地方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以为菩萨没有加倍你。而当经过菩萨加倍的由重变轻的罪业显现在你身上时，你又怨恨菩萨没有加倍给你去掉，这样的思维是不合理的。所以一般人求菩萨之后又怨恨菩萨不加倍都是不正常的。诸佛菩萨能害到你吗？你求了，诸佛菩萨有求接感应的这种力量是真实不虚的。你不相信吗？应该相信。其实我也就像你们每个人一样，有一阵觉得现在的经历并不好，觉得菩萨该给我安排什么什么。当然，后来我慢慢回头观察自己的经历后发现，现在这个安排是最好的。尤其是遭受了一些磨难，对我来说也是必须的。后来我就忏悔，自己不该胡思乱想。有一天，有个徒弟问，师父，你现在为什么发生这些不好的事？我就跟他说，发生不好的事有什么好处？别人看不到的好处在哪里？我就跟他讲了1、2、3、4等好处，告诉他，假如这个事情不这样，那个因缘果报就不对劲了。以后对我的修行，对我的弘法都是不利的。现在发生这些事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啊！诸佛菩萨就是让你发生这个事，是菩萨加倍我，给我这个恰当的经历。如果换一种方式，我想想还真不能安排好我这一生。所以当我仔细检视一下我这一生走到现在，才发现刚刚好，发生的事绝对是刚刚好。现在来看的话，菩萨太慈悲了，很多次对我自己修行和度众生的危难，统统给我遮掩过去，该消的这些业障也都显现出来，然后通过磨难再消除业力，你看多好。
通过我的经历，大家要明白这个可许则许的意思。菩萨的安排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不必妄求。所以，一般来说，有所求不一定对。但是，你真正想有所求的话，就求自己早日正道，求自己的先生也早日进入佛门修学，从而了生脱死。还可以求一切众生有诸佛菩萨的加倍而能成就，解决现在六道轮回苦患的这个果报，不要再受六道轮回的痛苦。你看看，现在大家每生每世不停的烦烦恼恼，这些不好啊，让他们享受到大解脱之乐，不是更好？所以，对求佛菩萨这个事来说，我们应该采取可求则求，可许则许的态度。